这是一部不建议年轻人观看的爱情电影，看过的情侣99%都选择了分手。它真实的就像偷拍了我们的生活。影片没有癌症、车祸、失忆的桥段，普通的就像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深夜的地铁站，两个年轻人不期而遇，因为错过了末班车，他们相约来到附近的一家餐馆，结果发现两人竟穿着同款的小白鞋。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很多相同的爱好，比如喜欢同一位作家，会把他的诗词抄写在记事本上，还都喜欢用电影票做便签。他们的耳机也总是会缠在一起，而且两人还都买了天竺鼠的表演门票，又因为各种原因一起错过。小麦不禁感叹，如果当初他们去看了表演，说不定现在就不会见到彼此了。そうですね。でも、もし言ってたら、今日は会って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相同的兴趣爱好让他们彼此产生了好感。来到歌厅，他们竟又默契地点了同一首歌。回去的路上，小娟说起了石头剪刀布的游戏。明明石头很容易就能把布撑破，为什么游戏却是不能赢石头？她吐槽着这种不合逻辑的规则，这让一旁的小麦十分惊讶，因为他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两人觉得对方就是另一个翻版的自己。他们有说有笑的一起聊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仿佛是认识了很久一样。就在他们依依不舍地来到车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仿佛是上天给他们故意创造机会。两人只好来到附近小麦的住处避雨。房子很小，但小娟却感到很亲切。她发现了和自己家里一样的书架，ほぼうちの本棚じゃん。就连上面摆放的书籍都惊人的相似。小麦的理想是能成为一名漫画家，可他的画却并不被人看好。小娟翻着他的画本，真诚地说道：“私山根さんの絵好きです。”这是小麦第一次听到夸奖的话，他更加坚定要成为漫画师的想法。看到小娟的头发被淋湿了，小麦急忙拿来吹风机帮她吹干头发。两颗悸动的心在此刻开始慢慢靠近。他们一起看了浪漫的爱情电影，中途小麦还做了好吃的烤饭团，小娟一口气吃了2个。吃饱喝足的小娟趴在桌子上睡了过去，小麦帮她盖好毛毯，静静地守在她的身边。第二天分别的时候，小娟主动提出两人一起去看木乃伊展，小麦欣然答应。回到家，他把两人的相遇画成漫画，而小娟也同样期待着他们的再次见面。约会这天，他们竟又穿了一模一样的外套，就连手里的背包也是同一款。看完展览，他们来到甜品店，两人有着聊不完的话题，直到傍晚，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地铁上，他们被拥挤的乘客挤在一起。据说约会3次还没有表白的话，彼此就会失去兴趣，成为普通朋友。回到家，两人下定决心，等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向对方告白。歩幅合わせてくれるなとか。終電までに告白しようって決めて。第3次约会，小麦带小娟来看她喜欢的天然气罐，他没想到会有女生和自己一样喜欢这种东西。他们来到上次的甜品店，小麦拿出耳机跟小娟分享音乐。就在他们听得入神时，旁边的大叔却打断了他们。他说音乐是双声道，用耳机听两边的音乐是不一样的。如果把2个耳机分给2个人听，虽然播放的是一首歌曲，但2个人听到却是不同的人声和伴奏。很快又到了分别的时刻，就在他们为没有告白感到遗憾时，服务员却送来一杯冰淇淋。これ注文しないです。原来是服务员搞错了。就在服务员准备把冰淇淋拿走的时候，小麦却让他把冰淇淋留下。两人从未见过这么大杯的冰淇淋，于是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准备拍照，可手机镜头却对准了对方。小麦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告白的话：付き合ってくれませんか？はい。ぜひ。就这样，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像每对热恋的情侣一样，他们一起去海边游玩，用手机拍照留念，一起尝试各种新鲜的美食。他们在海边租了一间房子，一起装扮成喜欢的模样。门口的小白鞋见证了他们美好的爱情。很快，他们从大学毕业，小麦在网上找了一份画插画的工作，可3张画才卖1000日元，根本不够他和小娟日常的生活开支。于是小娟在冰淇淋店找了一份工作，虽然离他们住的地方非常远，可每天下班小麦都会在地铁口等他，一起步行回去30分钟的路程，成了他们最珍惜的时间。圣诞节这天，他们交换了礼物，又是惊人的默契。两人都选择了送对方耳机。外出散步时，他们捡到一只被遗弃的小猫，小麦给它取名男爵，这是宫崎骏《猫的报恩》里的名字。就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2年美好的时光。这天，小娟的父母突然到访，在他们眼里，小麦画画就是不务正业，他们希望小麦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久，小麦的父亲也来了，得知儿子现在靠画画为生，父亲十分生气，他想让小麦跟自己回老家发展。可小麦却固执的一定要留在大城市，结果父亲停掉了每个月给他3000块的生活费，他们的生活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拮据。原本的手磨咖啡也成了最便宜的速溶咖啡。为了改变现状，
小麦决定暂时放弃自己的漫画梦，出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第二天，他便剪去长发，换上西装，开始了漫长的求职之路。最终，小麦顺利找到了工作，是一家物流公司的业务员，每天5点就能下班。他可以继续画自己喜欢的漫画，也能有时间来陪伴小娟。僕の人生の目標は、キネちゃんとの現状維持です。然而现实并没有小麦想象的这么轻松，忙碌的工作让他常常加班到很晚。小娟只是想去看一场电影，结果却被小麦以工作忙为由拒绝了。就连已经答应好了的约会，也会被小麦以各种工作为由而失约。虽然小娟嘴上说着没关系，可内心的失望却全写在脸上。察觉到小娟有些生气后，小麦急忙放下手中的工作。じゃあ、相乗り断っていくよ。なんで？もう大丈夫だって。大丈夫じゃないでしょ。だってそれチケット取ってあるんでしょ？仕事だから。大事な時だから。わかってるよ。またかって顔したじゃん。またかとは思うよ、またかだから。争吵过后，小娟赌气并没有和小麦出门，她独自坐在沙发上生着闷气。两人的关系开始慢慢疏远，彼此心里的矛盾也在不知不觉中埋下。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小娟在医院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她也开始主动参加同事举办的聚会。晚上回到家，他们也不再腻歪在一起。小娟在客厅看电视，工作的小麦索性戴上了耳机。曾经那么合拍的两人，现在却形同陌路。好不容易去看场电影，小娟看得入神，可小麦却心不在焉，两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这天，他们共同喜欢的作家出了新书，小娟开心的想要跟小麦一起分享，可小麦却拿着一本关于成功的书籍翻看，这让小娟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曾经聊不完的话题，如今变得无话可说。他们成了同一屋檐下最熟悉的陌生人，门口的小白鞋也变成了款式各异的皮鞋。这天，小娟发现他们常去的面包店关门了，她伤感地给小麦发去信息。此时的小麦正被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于是便冷冷地回复，让他换个地方买面包不就行了。收到信息的小娟失望极了，她只是想要寻求一句安慰，因为这家面包店承载了他们过去美好的回忆。晚上，小娟告诉小麦自己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她想去一家刚刚成立的策划公司，负责由漫画改编成密室逃脱的项目。可小麦却责怪她太把工作当儿戏，这样频繁的换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存够他们结婚的钱？好きで一緒にいるのに、なんでお金ばっかりになるんだろうって。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からじゃん。そのためにやりたくないこと。私はやりたくないことしたくない。ちゃんと楽しく生きたいよ。じゃあ結婚しようよ。小麦说自己会努力赚钱，就算小娟什么也不做，每天待在家里也可以。听着小麦满是怨言的求婚，小娟实在是无法接受，这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此后，两人陷入了长期的冷战，即使在地铁上遇到，他们也只是礼貌的打招呼，谁也不愿主动走到对方身旁。多年的感情被他们消耗殆尽，两人明白是时候该结束这段感情了，可分手的话谁都没有勇气说出口。这天，他们一起参加了朋友的婚礼，看着爱情该有的模样，他们知道不能再耽误对方，于是不约而同和朋友说出心里的想法。キネちゃんと別れようと思ってる。麦君と別れようと思ってて。もう全然会話もなくてさ。喧嘩にもならないんだよね。感情が湧かないの。別れるから。別れるから。じゃあねって言おうと思ってるんだよ。幸せになってねって言いたいんだよね。婚礼结束后，他们走在大街上，这时一旁新建的摩天轮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小麦邀请小娟一起上去坐坐，他们聊起了第一次约会的场景。小麦告诉了小娟一个秘密，其实他并不喜欢木乃伊。小娟说，其实他也不喜欢天然器官。原来世上并没有100%合拍的默契。随后，他们来到初次告白的甜品店，看着手机里往日幸福的合照，小麦原本分手的话却成了不甘的求婚。別れなくていいと。結婚して戻ってもいいと思う。世の中の結婚してる夫婦みんなそうじゃん。恋愛感情なくなったってずっと同じだけ好きでいるなんて無理だよ。結婚しよう。幸せになろう。就在小娟将要被小麦说动的那一刻，一对年轻的情侣来到店里，他们坐在了两人初次表白的位置，同样的小白鞋，同样聊不完的话题，他们曾经恋爱的画面再次浮现在眼前，两人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他们明白失去爱情的婚姻不能长久，与其两个人将来在一起痛苦，还不如现在趁早分开。小娟哭着跑了出去，小麦追出来从身后抱住了她。他们在爱情开始的地方选择了结束，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联络，直到几年后他们再次出现在同一家咖啡店。此
此时的他们身边都已经有了线人，面对远处用耳机听歌的情侣，他们默契地跟线人解释道：イヤホンで聞いたら L と R で鳴ってる音は違う。片方ずつ聞いたらそれはもう別の曲なんだよ。ベーコンとレタス分けて食べました。それベーコンレタスサンド？音を作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スマホは一人一個ずつ持ってるじゃん。一個ずつつけて、同時に再生ボタン押せばいい。教えてあげようかな。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朝那对情侣走去。这时他们注意到了彼此，只是谁也没有打招呼。犹豫片刻后，他们又回到了现任身边。最后，他们一起走出咖啡馆，再次默契地向对方挥手告别。正如小娟喜欢的恋爱博主所说，相遇总是伴随着离别。小麦偶然在地图上看到了他和小娟热恋时的样子。小娟手捧鲜花，曾经的美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被记录下来。这就是他们花束般的恋爱。即使爱情的花束会凋零，但它还是会用力绚烂地绽放。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